好的，各位同学们，大家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那么现在呢是香港时间3月10号早上的10点整。那么阿哲呢准备本周的第2场公开的直播啦。那么在开课之前，我们依旧照常先把设备调试一下。大家现在能不能听得清楚阿哲的声音啊？看得见画面啊？如果是正常的话，可以呢在我们的公屏上回复个1，我们也先做一下这个简单的签到。拿着看一下呢，有哪些同学啊？这个早上这个及时来到直播间了有同学说要下令时了是吧？是的，3月9号过后呢，开始调整这个时差。那么阿哲呢也能够每天多看半个小时的这个美股了不过大家呢这个可能上课时间会相对来说晚半个小时。好，时间上是正常是吧？那声音上正常是吧？好，那么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了。那么昨天呢，我们有讲了一节关于这个市场的一个内容，讲了一下170天均线在目前的美股市场怎么去看牛熊的一个转换。我们说在不考虑太多经济的因素、基本面的因素，可能对于我们散户来讲，你考虑这些比较内在的，比如说经济数据，比如说这一个上层建筑一些国家经济，可能我们会去分析。但是其实最后呢，还是反映在图表当中，就是否真的会变成熊市你说有很多经济的数据的产生，可能会很多人呢开始不看好美国的经济，以及可能会衰退等等。但其实这是一个连最专业的这个分析师呢都很难去以此作为一个交易的依据可能他们会这么去说，但实际呢落于实战当中那还真不一定会跟他们如其所欲。不然的话呢，每一次的经济衰退，每一次的金融危机，那为什么大部分人都逃不过，是吧？如果真的能够简单通过数据就能够及时发现一些危机的产生，那其实在这个市场当中，每次的经济危机应该都会有很多人逃过才对。但你会发现并不是，所以最后呢，阿哲认为，实际上真正的危机应该是悄然产生，而趋势的改变呢，也应该是慢慢的跟踪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所要讲的内容不是预测，而是如何在市场当中去慢慢的跟踪出可能目前依旧在牛市当中，亦或者之后会成为熊市。那么我们来回顾一下昨天的一些内容，我们看到大图版。好，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昨天讲的部分内容，在图表当中呢，这一个均线，那阿哲把这个人像露出来这根均线是不是有点卡顿好像阿哲这边的网络变得卡顿了一点，大家稍等一下，阿哲调一下网络。正常吗？现在网络卡是吧？有一点点。好，我这边调一下，好像是有点卡，应该正常了现在。好，那么我们看到这一个线。这根均线呢，就是昨天我们讲了一节课基本上都是讲它，就是170天的 MA 当然呢，实际的用法，实际的一个观察分析，因为它的周期比较大了，这个时候你说我用180可不可以，190、200可不可以？其实呢，影响不会很大，就除非你做很细致的一个交易，不然的话，以分析来看的话，这个参数到了年线级别，都不会影响太大。好，所以我们昨天呢有讲到。这一个170天均线其实目前依旧是往上行的，像市场的走势当中，只要这一根线整体是往上的，我们就还认为它是一个在整体一个日线上的牛市。而如果是熊市呢，它有一个比较滞后或者比较慢，但是可以让你发现的一点就是它可能已经出现了170天均线的下拐170天上拐，或整体呢往上运行，我们说是一个肯定是牛市的环境。而如果往下行，它就是一个熊市的环境而在这种牛市当中呢，它的特征就是回到170天回到170天，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对于均值的回归，而不是市场的一个衰退。而当在处于熊市当中，股价下跌开始遇到170呢是有压力的，是吧？遇到170呢变成了压力的，这是一个熊市的一个秩序。好，那么我们昨天的观点是不是给大家一个关键的 K 线，就是市场呢对于这条线有没有去有效跌破，是判断目前牛市还在不在一个首先
第一个判断的依据，就是首先第一个，就它不是最后一个，但是它是第一步啊，就是我们形成一个事物的转换，它不是说瞬间完成，就牛市和熊市瞬间就变了啊，今天是牛市啊，明天直接变成熊市，不是这么瞬间的完成啊，趋势的形成呢是一个过程，趋势的一个转换呢也是一个需要有流程化的一个步骤。那么我们看到这里，像股价下跌，第一步判断是否会走为相对的衰退的牛市，那么这里要看一下它跌破的有效与否。那么是否有效，是不是看它下跌的第二天？就如果跌破170天均线，下跌2天之后，这一个位置产生的低点还继续被贯穿，就说明对于170天均线是有效的跌破啊。当然，如果你发现有时候170天均线是被大幅跳空跌破，那个时候呢，可能就大概率有效啊。目前呢是相对在170天附近是缓跌的，是吧？你看前面这里刚开始是急跌，是吧？最快的下跌是在刚开始的这3根阴线下跌的时候是最快的。好，下跌之后呢，后面反弹一下再下跌开始，这里开始呢就变慢了啊。所以呢，这个位置可以用这种方式去看。像前面这里是不是也一样的？170天均线出现的位置出现了下跌啊，虽然说这里有大幅的加速、快速的下跌，但到了170天均线附近时，它是不是有一个明显的低开高走啊，明显止跌？那么你会发现它基本没跌破2天啊，跌破1天就回来了，跌破1天就回来了，所以这呢就不是有效的跌破，这是之前的一轮下跌。好，那再往前看，其实都是一样的，只要跌破。特别是这种缓慢的有减速的这种下跌，就它不是一路加速一路把它给砸穿的那种，你都可以这么去看啊。相对正常的下跌，没有出现明确的跳空啊、大阴啊在这里出现，是不是这里是出现1天跌破2天，跌破第2天的低点，不能被再次的贯穿，如果贯穿就容易打开这种牛市的调整空间，只要没有，那么这里呢就属于牛市比较安全的做多点啊。好。那么再往前看，包括这里股价的下跌，从这个高点往下行，是不是整体也是一个跌到170天均线附近出现减速，是不是开始有减速的行为？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跌破第1天是它，是吧？跌破第1天，跌破第2天，第2天开始呢有止跌，而后股价回归170天线。如果价格目前是没有跌破170天线，我们说这种位置就是牛市环境下的一个相对安全的低位啊，所以如果你发现的是市场本来感觉在牛市当中，是吧？就在左边的时候呢，我们认为牛市还在。好，那么开始呢落到了170天线的时候，也有支撑，也出现了上涨，所以这些都是正常的牛市的序列。好，但是往后走，你看这里是不是开始跌破第1天、第2天？我们看一下这一天的收盘价有没有涨上去。这一天收盘是多少？这一天的价格是2022年1月14号，然后它的收盘价是在14893.75，当时170天线它的一个价格是14894.085，所以说它在周五这一天它的收盘价依旧呢是比170天线呢是低的是低的没错吧？低了一点点，好，但也是低的。所以这里呢是跌破的第1天，这也是跌破的第2天，第2天呢依旧再次的跌破，并且是没有减速的跌破一下又再次下跌，又再次下跌，每天都在加速。好，这种情况下我们说这个位置开始这个牛市就比较麻烦它这个牛市就比较麻烦，开始呢有所转换然后我们看到后面是不是170天线往下拐，然后往上去反弹的时候呢，它站不回170天线。是好像又有点卡了，是吧？好，那么在这种序列当中就很明显了，是吧？你会开始发现这个反弹它站不上170天线了，反弹呢站不上170天线了，这条线呢已经往下走了，就这个时候开始你已经很确定这个熊来了这个牛没了当然呢在这之前你就可以开始做出反应这个位置开始跌破开始你可以做出反应而后呢在后面呢去确认。好，所以我们再回到现在，大家如果会卡的话，记得及时提醒阿哲。现在是正常的吧？现在卡吗？不卡吧？
好，那么我们把昨天的观点说一下，就当前的股价走势，这里能写吗？这里是跌破的第一天，好，所以这里呢是跌破的第一天，不卡是吧？好，不是，这里是第一天，是吧？这个位置，这还不太好画，好，所以这里是第一天，然后我们来往下标，这字体这再放大一点，18，调到18，好，好，所以当前呢，就是这一天跌破的是第一天，就这一天呢跌破的是第一天，好，这一天跌破的是第二天，那我们的关键 K 线就是第二天，那第二天呢，我们需要画一个区间，第二天的 K 线要画一个区间，我们知道这个区间里面呢，就是牛熊的一个首次的一个转换点，那么在这个区间第二根 K 线的位置开始可以去执行，或者说开始呢，我们可以去设定一些交易，就多单、空单的交易。那么昨天我们讲到多单怎么设置，如果是多头的话，是吧？多头的话，它目前呢是在变缓，但是从左上角的一个箭头来看，就我们讲到左上角这个箭头，它目前还是一路的往上，也就是说每天呢还是比170呢要高一点。好，那么我们设定的多头，就是因为如果是牛市的话，就假如这一轮行情它是牛市，那么这个位置它还依旧有支撑有效，没有有效跌破，那么像这个点位，它如果能止跌是牛市底部，那么它的一个正常表现应该是要创新高的，就这一波下跌应该高点要被打破的，这才能够说明牛市在运行嘛，因为牛市的运行它是逐渐的高点在抬高，等到呢高点它不抬高，难以去抬高时呢，这是在结构上我们说产生一个牛熊转换的开始，但只要牛市还保持新高，我们还认为这个是牛市，所以高点会创新高，所以像之前这里是吧，我们认为价格至少它会把前面的高点给打破，包括像这些位置，在这里只要没有有效突破，没有有效跌破，所以它的高点呢容易被打破，这是一个牛市还在运行的一个方向。好，所以昨天我们讲到一笔交易，就是你可以呢以这个整体好，我们的止损空间就是跌破，是吧？整体来讲，我们的空间呢就是上方这个风暴比大概是 2.42 左右。好，那假如2号 K 线的低点被跌破了，如果在这里我们去认为后续市场要走空去看空的话，请问它的目标位在哪里？是吧？我们上方呢有一个参考的位置就是高点嘛，就如果是牛市，它应该在这里止跌后能够往上去运行，不管多慢或者多快，它目标位是前高因为是牛市，所以新高是一个常态。那如果目前它出现下跌破位往下走，我们的一个目标位在哪？昨天阿哲也有讲到，只是没有专门去说我们现在呢是把昨天的观点再重述一下，这是对于目前的市场的一个看法，它呢也能够对我们的交易呢有一个方向性的指引。就在这个区间，如果往上走，是吧？我们是看多的，就只要站在这个区间2号 K 线之上，我们看多的方向呢目标就是前面的高点好，只要它不往下跌，只要不跌破这个2号 K 线的最低价格，那我们认为这个止损空间来博弈上方的一个利润。好，那假如下跌破位了，那下方的目标位是怎么看？知道的回复0不知道的不知道的回复0知道的可以写出来，就是下方的目标位。假如把2号 K 线的低点打破，下方的第一个目标位是什么？下方的目标位是多少？昨天呢，我们在讲解170天线被有效跌破时呢，有讲到这一点。就如果它被跌破会怎么样？在之前这里，我们讲过170天线呢，它被跌破不代表一定会进入熊市，但是呢，它是一个牛市开始衰退的过程，
是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位置，这之前呢在俱乐部给部分同学分享的一个内容，当时用到的是170天线。那当时阿哲的原话是这样的，就是如果第二天的低点被跳空或者大阴线破位有效的话，就是熊市的启动。当然这呢是最为悲观的一种情况，就确实跌破之后熊市启动，像这个位置是吧？不跌破呢就是像右边这里不跌破。好，那么除此之外呢，最悲观的情况之外呢，还有一种就是还处于牛市当中，只是牛市呢确实在走衰退。那么这种情况下，它是至少还有1倍的下跌空间。好，那么这个1倍是怎么算的？这个1倍呢是从高点这里，就是从前面的高点到均线的距离，就是从高点到均线的距离不是说整一波下跌再跌1倍是从前面最近的高点到170天均线的距离是第一个支撑位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好像这里我们知道了，是不是它被有效跌破就是这一天低点被跌破了这里开始我们说空方占优势，牛市开始有所衰退。好，那目标位是不是先看这个高点到均线的距离，是吧？高点到均线的距离，往下看1倍是一个支撑。好，那把这个高点到底下1倍是在哪？是不是在这里？在200%这里，13663.9 13663.9。那如果大家还不知道怎么算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左上角这个指标。在附图里面叫斐波那契的回调线，正常来讲你可能要调一下，就是你点一下这个线，点一下，然后再就是你左击先点一下线，然后呢这个线有一些点点出现的时候，你呢点一下右键，然后点一下画线的设置然后你会看到里面有一些数值，这是阿哲呢平时调出来的，那你可以把这个2倍写上点上就可以了。好。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两边的位置会有一个支撑嘛，是不是价格从这里开始破位之后往下跌会有2倍的空间？好，跌到这里，是不是对于空方来讲这是一个要观察的地方？就是它呢告诉你空单这里可能要止盈，空单呢在这里要小心会有一个反弹产生，会有一个支撑。不过它反弹之后你会发现它的力度是不够的，因为它碰不到170天线，是吧？它甚至呢碰不到之前破位的这个2号 K 线。所以呢，你会知道后面呢再去找做空机会只要呢这个有效跌破之后，它没有去再次回归170天线，那你就以熊市来处理。熊市处理就是反弹找做空机会，是吧？上涨的做多呢是以反弹来看待，下跌呢是以趋势来看待好，那我们再往前去看到其他的大部分情况下牛市不会跌破像这个位置是不是也是跌破？是不是也是跌破？那跌破的话，把高点往均线的位置去移，是不是这一波股价也是下跌？那这里不是很标准阿哲要把这个你要对准，就对准，差不多你要对准一下，就是这个高点底下到170天线的距离，然后往下呢去看。当然你要更加精准一点，你就可以把这一天的最高价。就把这一天的最高价，就如果你说阿哲我不想画，我想算出来，怎么算呢？也可以算，就把这一天最高点的最高价格，然后你再看到当时170天的价格，你2个价格去计算，就减一下嘛，你的高点减去这个170天的距离，减一下不就算出来了嘛？然后你再算一下，往170天线再往下看这个距离是多少也可以算出具体的数值。你如果是比较粗宽一点的，就像阿哲这样画一下，从高点画下来，画1倍空间，是吧？然后就差不多就知道是这里。那这里呢就可以确定一下，它属于一个牛市衰退之后，我们就还认为它是牛市，但是这一波调整呢，它不算一个牛市很强势的回调点，它是一个临界了。如果这个点位还被有效跌破，那很容易呢进入到一个熊市，就基本可以确定它的跌幅已经超过了一个牛市该有的一个跌幅。好比如说像这里基本上1倍空间能够遇到一个支撑，像这个高点低点，我们在跌破的时候往下画，是吧？是在1倍空间的位置产生了一个支撑，
让股价呢还在这里震荡了一下啊，跌下来反弹，跌下来反弹，然后再有效的下跌反弹破位，是不是价格才开始打开空间？那么打开空间呢，就跌到3倍啊，跌到3倍啊。不过这里呢属于很极限了，很少啊，3倍空间还能撑得住的。像基本上你看一下这些位置啊，要么是没有效跌破，是吧？像这里跌破1天，跌破2天，2天低点没破，高点被突破，是吧？我们这里说是做多的，看的是前高。那如果跌破呢？那跌破就看1倍，高点到低点1倍空间，是吧？这里呢差不多最低呢达到了 2.5， 但是收回来了，在2倍附近的收盘价，在这里开始震荡啊，而后价格重新涨起来。好，所以目前做多的话，我们就知道了第2根 K 线突破，然后往上看往上看到前高。如果做空的话呢，你就得要先等它跌破啊，一根阴线，最好是实体较大的阴线跌破。好，那跌破之后我们怎么去看到空间呢？就是1倍。那么这个我们的止损位依旧是2号 K 线啊，就价格呢回到2号 K 线之上，以此止损，都是一根 K 线。好，那么我们把止损放一下，那么底下1倍空间在哪里？那我们看一下高点到价格的低点，那200%是不是在16947.3附近？把价格往下。好，那这一笔交易多少呢？就稍微少一点，所以就是 1.55 啊，就 1.55， 就股价的跌破开始做空，那么这一笔的风暴比就比做多呢要稍微的少一些啊，它呢是 1.55， 如果是做多的话呢就 2.42， 做空的话呢是 1.55， 当时也超过了1:1，所以这个位置可以去开始你这个仓位可以比较重的去看。就前面的位置呢，因为我们还处于牛市的思考，所以价格下跌，那么我们说去试错的去买进去探底啊，那么这种位置你肯定是不能重仓的。好，那么到了现在这个位置，它的一个空间打开之后，你可以相对的仓位重一点。好，那这里想问一下大家，如果真的出现一个突破或者跌破啊，或者跌破，那么我们的仓位你应该用多少成仓去做呢？啊，如果1到10，就假如你前面的高顶逃过之后，那目前你手中有仓位，是吧？你手中现在所剩的钱，你想用多少成仓去做这一次的交易？如果是1的回复1啊，你回复10的也行啊。你看一下1到10成仓，假如你目前手上都是现金，之前高位逃顶之后，后面的下跌，你可能买了，但是也止损了，或者说呢你都没动，那目前呢有比较多的现金在手上的话，用几成仓去做？好，那如果呢之前有听过 Jacky 老师讲过的那个课程，就我们内部老师 Jacky 老师啊有讲过的课程，如果你是经常听的话，你应该会知道啊，有一个标准就是你肯定不能满仓啊，你不能说10成仓，因为不管是牛市还是熊市，不管你的方向看的对还是错，你肯定不是10成仓啊。我们经常也会说到这个资产的一个配置，是吧？你肯定不能说把你所有的钱都配到股票里面啊，所以10成仓呢是肯定不是的。好，那么往里面说，像1成仓到2成仓这种呢，就是短线的仓位，就是比如说下跌中的反弹啊，上涨中的回调，比如说我要做空是吧？上涨中回调，那做空，那我肯定的是1、2成、3成，那不能够逆向用太多仓位啊。下跌中的反弹呢，我要去做多是吧？那肯定呢也是1、2成，绝对不能太多，因为你在做逆势交易的情况下呢，肯定仓位要低一点。好，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个位置处于可能转牛，可能转熊。那么这种点位，如果一旦是真的牛市还在，那么它就是一个大底的位置。那么做多方如果一旦出现突破，是吧？我们认为这个牛市大概率还在大底的位置。好，那这一波上涨呢，甚至仓位你可以放到极限了，就是5到6成左右，就已经是极限了。就在某一个品种当中。假如你的现金有10成，是吧？我们分成10份，那么在这种已经是很低的位置，如果真的是牛市很低的位置，那么我们说就是5到6成已经是极限了，就拉到很满的情况下，你要留4成，可能配置其他的品种，也或者是留作备用嘛，你不可能全都拿来投资。
好，所以大概是5到6成左右往上去看前高的这个范围，这已经是非常重的仓位。好，那么往下呢，其实也差不多，可能就比它少一点点，因为往下这里我们还不能完全的判定目前处于熊市嘛。它这里我们的第一个目标位是说牛市的一个调整的相对极限的位置，在2倍有一个支撑，那么这里的一个空单的仓位，那么整体来说应该是不超过这个的啊，大概呢是4到5成左右，其实差不多啊。当然这个已经很重了，就在目前的这种市场当中，你用4成仓去做这一笔空单，其实已经是蛮重的一笔仓位。所以行情走到这里，它是一次能够让你去比较重仓去博弈一个方向的点位啊。像之前这种行情，你肯定是很难很重的仓位去博弈的，因为它是一个震荡。好，那么走到这个位置，开始有那么一点点开始要走方向性的选择，就是它要么是牛市的大底，要么呢是开始有点熊市的起点啊。这个时候仓位呢可以开始去做。当我们的一个风暴比算好，一个呢是 2.42， 一个是 1.55， 就股价下跌，我的止损就是它涨上来，因为涨上来之后我们要做多嘛，所以我们的空单止损就是上面2号 K 线的高点。好，那么假如出现一根 K 线跌破之后，它往上，那没有打到止损，继续往下，那在这里呢出现止跌 K 线呢就止盈了。那一样的，多头也是一样的，出现一根 K 线突破，往上突破，好，我们止损呢是2号 K 线低点，那么往下只要不跌破止损，那么你可以看一下，你说往下跌，我慢慢的去止损也行啊，你说我就守住这个最低点，它不跌破不止损也行，反正你的空间你算好你的亏损，大概呢也就是 3.61 是吧 3.61， 你的目标是 8.25 啊，然后空方这方面差不多啊，就少一点点啊 5.61 啊，所以整体来讲就是往上去看，就这个方向，这2个方向的选择，明白了吗？如果现在对于昨天的观点你再次梳理了一下，已经清楚的同学啊，可以回复一个9啊，回复个9。如果还有问题呢，你也可以写在我们的公屏上。当然这个位置我们说的仓位，它不一定说阿哲是一旦突破我直接就是把5成仓位都买进去嘛啊，肯定不是。仓位呢，一般我们在首次突破时，比如说我准备6成仓嘛，你可以简单分一下，我们就按照最简单的啊，就不考虑那么多，就2成2成2成，出现一个买点买2成，是吧？好，股价呢上涨突破，好，我们说出现了第一个买点买2成。好，那价格如果回调，这个时候调到前面低点的位置，出现止跌，再次有一些买点，那我们是不是说在这个区域有更低的价格啊？或者说你说我等它再次突破走上来，我再去买2成也行啊。以及在这个运行当中呢，可能有一些调整再去买进也可以啊，而不是说啊一突破直接6成仓位买进去啊，一跌破啊直接6成仓位买进去啊，这个呢是比较风险的，或者说呢有点赌的成分啊，我就赌它一定会对，是吧？我直接突破就买6成啊，这个呢是比较风险的啊，正常需要分仓去买进，特别呢是在你的空间还比较大的情况下。好，那么我们把这个图表删掉啊，大家就去观察一下它会走哪个方向，就是这个区间作为选择，区间之上做多，区间之下呢是做空。那么昨天我们还安排了一个作业，就是170天线的选股，就是如果你不是看指数，你不是做指数的话，你肯定有一个方向性的选择吧。比如说如果市场呢真的突破了，那我要做多，我去买什么个股会好一点呢？啊，如果我去做空，找什么个股会好一点呢？那你就要区分一下。当市场的方向选择时，如果是向上，你要找做多的品种，那是不是找一只之前下跌比指数扛跌的要更好？它可能会涨得比指数更多一点，是吧？就它之前扛跌，它之后上涨，那应该也会更加受到资金的一个吸引。那假如这个位置它的方向是向下的，就我们应该看空的，那是不是之前比指数跌得更厉害的个股，那么它后面更容易继续的暴跌，它下跌的幅度可能就不只是指数的1倍空间，能够清楚吗？就是这个
指数的分析呢是一个方向性的策略，就是我要知道我目前我怎么样呢去做多，怎么样呢去做空啊，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那么但是个股上呢，在指数的方向指引后，我们会有一些不同个股可能操作不一样啊，选股呢可能会有一点区别。能够理解阿哲刚才所讲的意思吗？可以理解的可以回复个8。就是除非你就是做指数啊，不然的话呢，我们还要去看个股，那是不是有一些具体的分析啊？就是目前指数在关键的位置有多空的方向选择啊。如果我想做多，但是我又不是说做指数，那是不是在个股选择上我要找比指数强的？就之前下跌它跌的不那么狠的，它跌的空间呢没有指数大的啊。如果要做空，指数确实走下了，它可能要往这个1倍空间往下去走了。那这个时候我要找的是什么？我不可能找比指数强的吧？那比指数强的，到时候它比指数提前止跌，它可能甚至它不跌，它震荡，指数下跌也有可能是吧？啊，所以呢，在选股上，你按照策略的方向不同，你选不同的个股。那么昨天我们所讲到的作业呢，是找到一只个股170天线啊，价格最近下跌时，因为指数的下跌，大部分市场的个股也都在下跌。这一波下跌时，170天 MA 它并没有去被跌破，甚至呢连2号 K 线都没有的。我们是不是后续做多时可以做一个考虑，就优先考虑这一个股？好，那我们看一下昨天同学的作业，这个作业应该还是比较简单的，很多同学呢没有找错啊。不过要注意的是，不过像有些个股呢已经提前走出来了，走出上涨了啊，像这个是 SO 啊，这个美国南方公司，图中的这一条线它是蓝色线，是170 MA。像这里你看跌破1天，跌破2天，这个位置它是跌破的第2天嘛？如果可以的话，回复一个2。不可以的话回复0，就这个位置是跌破第2天嘛？这里是跌破第2天嘛？如果它是2号 K 线的话，回复个2；不是的话，回复个0。啊，现在延迟很严重嘛？阿超好像发现大家这个回复的比较少，不是是吧？啊，不是，所以呢，它只要下跌之后重新站回来，就马上站回来，就说明它其实还没有考虑到2号 K 线，就是它都不上跌破，它还算是有支撑的。好，直到你发现它跌破的时候，出现什么动作啊？就出现连续2天都在之下，啊，是吧？连续2天都在下面。好，你会知道2号 K 线呢是一个观察点，2号 K 线是个观察点。那你说价格跌破，你说这天跌破能做空吗？啊，你想做也不是不行，但是呢，它这一天有比较长的下影线。它的实体呢，大部分在线上啊，所以这个位置不是很好啊。像跌破之后，股价又站回来了，整体是一个震荡。好，那直到出现股价上涨回来，是吧？你说这如果按照刚才我们说指数的看法，是不是涨上去有一根很明显带阳线突破的？你说我买2成仓位啊，回调之后又止跌上来了啊，2成仓位，是吧？股价后面呢就在这里往复了。那你说你看到一个买点？比如说 JK 图谱是吧？买点，破小阳买点，啊，是不是整体来讲，我们在这个区域上，只要在这根 K 线之上，在170天 MA 没有被有效跌破的关口附近，它只要往上走，我们在这附近，在这之上找买点就行了。你说是 JK 图谱啊，还是这个破小阳啊，还是我们所说的像这个什么 K 线啊都行啊，都没问题。啊，就是仓位，你可能就买2-3次啊，一次呢买1到2笔啊，1到2成啊，就是这么如是啊。像这个呢是已经走出来了啊，所以呢它比较强势。那往下看到这个个股 ATLC 啊，这个个股呢目前是直接在170天附近出现了一个长长的下影线啊，很标准的长下影线。啊，那么这位同学说突破为买点啊，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长下影线我们说过，影线出现不代表一定会止跌啊，它首先呢需要有一个确认，就是影线的高点要被突破啊，所以这个位置能不能收一根不错的阳线突破，那么可以去关注。如果在这种170天线附近有止跌，那有突破，那其实呢可以去开始认为有机会，你可以以你的买点去看嘛啊，当然这个位置不是跌破，它呢比指数强
啊，比指数强，但是强得有限，因为它之前整体来讲不是很强，这一段走势呢是弱于指数的啊，之前指数呢是有新高或者说有接近前高，它整体在下面盘整，而后出现下跌啊，所以这里是比较弱的，这里呢开始下跌幅度呢比指数小，但是只通过这一点不能完全判定它目前是强于指数啊，所以要继续观察，看一下会不会比指数提前出现买点。